这是发生在2011年的一起人口贩卖事件。我国四川一名17岁的少女在路上被人贩子绑架，关在地牢整整158天，受尽了折磨，精神已经崩溃。即使看到警察出现，也害怕的发出尖叫的哭喊。一个快成年的花季少女都能被当街拐走，那些年纪尚幼的儿童更是能在分分钟内就被人贩子拐不见。人贩子到底有多猖狂？被拐走的儿童会遭遇什么？为何对人贩子的处罚这么轻呢？今天这期视频，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人贩子到底有多坏，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。首先，大家最常见到的就是当街抢小孩的人贩子。大部分人贩子每天都会在大街小巷到处物色对象，当看到独自玩耍的小孩子，他们就会慢慢靠近，然后迅速抱起孩子就跑。远处早就有人贩子的车子在等待，一旦孩子上了车，就再也不会有人发现。有的胆子更大的人贩子，即使看到家长牵着孩子，也会上手直接抢，尤其是在女性家长带着孩子的时候。而有的更猖狂，今年7月11号，河北一路口就有人当街抢孩子，还有同伙拉住孩子的母亲。然而当时路口好像有好几名交警，人贩子依然无所畏惧，抱起孩子就跑。即使后来澄清说是家庭内部纠纷，这样的人和人贩子毫无区别。除了当街抢的，还有人贩子会悄悄下手，比如这个监控下的画面，趁着孩子家长不注意的时候，人贩子稍微逗一下小孩子就主动上前，然后小孩子就这样被拐走了。然而人贩子的手段还不止这些，他们会假扮成你的邻居、同学、家长，甚至警察。有的人贩子连迷药都会用上，就算是大人也能成功下手。然而人贩子将人拐走之后的做法更猖狂。这是1995年我国警察进村解救被拐女孩的真实画面。即使警察出动将女孩带走，这个贫穷的小山村的村民仍然极力阻拦。买下女孩当老婆的男子紧追不舍，男子的妈妈甚至说出：“这是我花钱买下的儿媳妇，那我的钱不是白花了？”他们心中好像对拐卖妇女的犯罪毫无概念。还好警察一直在现场，最后被拐女孩才成功跟家人离开。过去被拐卖的儿童和女孩就像这样，都是卖给了一些贫困家庭当孩子和老婆。然而到了现在，人贩子对待被拐儿童和女性的手段更加残忍，人口贩卖已经形成了一条能够获得暴利的黑色产业链。有人曾经暗中进入黑市调查，一个健康的儿童在黑市的价值最低在5万块左右，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女性，价格则更高，所以才会吸引那么多人贩子愿意冒着被抓的风险拐卖人口。不仅如此，很多人贩子会利用自己被拐人口为自己谋利，比如那些你在高铁站、火车站、繁华街头等地方看到的很多手脚残疾的孩子，他们很多就是被拐卖的儿童。人贩子打断他们的手脚，让他们乞讨，然后对他们进行奴化管制，不听话的就会遭到殴打，打到他们老实为止。而被拐卖的女性，他们的遭遇就是被卖到色情交易场所，有的甚至会被转卖到国外。如果被卖到缅北等地，那么等待他们的就不只是成为妓女，甚至还会被卖血卖器官，直到死亡，可能都再也回不到家人身边。看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想问，既然人贩子如此罪大恶极，为啥法律对人贩子的处罚这么轻呢？这是我国第一人贩子陈连香在2010年被捕的真实画面。2年内拐卖了46个幼童的他，最后居然只判处了10年零1个月的有期徒刑，还有3000元的罚款。现在的他已然出狱。而在被捕后，当警方询问他为何拐卖儿童的时候，他只是轻飘飘的来了一句：“当然是因为钱，孩子没了再生就行了。”而当警方再问他怎么拐卖儿童的时候，他更是不当回事的说：“好哄的就用骗的，比较机灵的就动手抢，哭闹的就直接打晕。”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来，只要是被他看上的孩子，就没有拐不走的。然而，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贩子，居然只判了10年刑期，这实在让所有人都不理解。像这种人判死刑都不为过，可是我国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，不管是拐卖妇女还是儿童，刑期都在5年到10年。因为我国早就没有了死刑这一说，但是除了我国，其实世界上还是有国家处死人贩子的，比如阿富汗。阿富汗绝对不会放任何人贩子一个生路。在2021年，塔利班接管了阿富汗的政权，当时他们做的最大快人心的一件事，就是在汉马扎里沙里夫全城搜捕人贩子，抓到的人贩子立马就拖到街上给枪毙了，连嘴巴都不让他们张开。一天下来，就能看到大街上躺满了人贩子的尸体。对于帝国坟场阿富汗来说，枪决人贩子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可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这种手段。像是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国家，他们对人贩子的处罚是坐牢或者监禁，只不过刑期就长很多了。美国判过人贩子472年刑期，英国判14年，法国则是终身监禁。那么你觉得人贩子要如何处置呢？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。欢迎评论、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